欢迎收听空中哲学频道。今日我们要来探讨两位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与德希达，看他们在肯定对方的观点时，他们自己的思想也会得到更宽广的意义。想象一下哦，如果你今天用来反对某种压迫系统的武器，它本身就是由那个压迫系统所制造出来的，那你该怎么办？哇，这个问题其实非常棘手。对啊，你自以为在反抗，会不会其实只是在另一种层面上巩固它？这就是两位经历过二战浩劫的伟大思想家列维纳斯跟德希达所面临的死结。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初探去中心化知识论这篇论文的作者群代表，来跟我们一起解开这个死结。欢迎！大家好，很高兴能以我们研究团队的视角与大家一起进入这场深度的思想对话。其实我们团队在梳理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时，也曾经困在这个看似无解的矛盾里很久。我可以想象啊，因为这听起来就很像那种哲学上的鬼打墙嘛。没错没错，就是鬼打墙。要真正理解他们的交锋，我们认为必须先把时钟拨回那个充满创伤的20世纪中叶。不能只看冰冷的理论。对，这点非常重要。我们通常会觉得哲学是那种很形而上的东西，好像一群人在象牙塔里面高谈阔论。但是在列维纳斯与德希达身上，他们的哲学可以说是从鲜血和瓦砾堆里长出来的。真的，因为他们两位都是犹太裔，在二战时期的那种反犹主义，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历史课本上的名词，那是切身之痛。没错，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像是列维纳斯，他作为法军士兵，曾经被德军关在战俘营长达5年呢。5年内，那真的是一段很漫长的折磨。对，更残酷的是，他在立陶宛的家人几乎全数死于纳粹的大屠杀。天哪！而另外一方面，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德希达，因为当时那个亲纳粹的维奇政府实施了反犹法案，他12岁那年就直接被学校驱逐了。12岁就被赶出学校，就因为他的血统，这对一个小孩子的世界观肯定是毁灭性的打击啊！是的。所以我们团队在研究中深刻感受到，这些历史创伤让他们两位对西方哲学长期主导的一个核心概念，也就是总体性，或者我们说中心主义，产生了极多的警觉跟批判。总体性，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我们是不是先把这个词落地一下，让听众比较好想象？好啊，没问题。就是说，西方哲学从古希腊以来，好像就一直渴望寻找一个终极的真理，或者一个可以解释万事万物的中心。那如果我们把它比喻成一个追求极致效率的演算法，这个演算法的目标就是要把所有的使用者都分类、标签化，然后全部放进一个完美的系统里。这听起来好像很井然有序，但危险到底在哪里？危险就在于，当一个系统追求绝对的完美与统一的时候，它必然会展现出暴力。暴力怎么说？因为真实世界里总有那些无法被演算法精准分类的异常值嘛。在这种总体哲学的逻辑里面，那些不符合系统规范的，我们说的他者，就是破坏完美的威胁。也就是说，不合群的人就是系统的敌人。没错，他们必须被同化、抹除或者直接消灭。所以对于列维纳斯来说，纳粹的大屠杀并不是什么理性的丧失，反而是这种总体化理性发展到极致的必然结果。原来如此，所以面对这套会把意志性完全抹杀的系统，他们两个人是不是选择了不同的反抗策略？对，这就是我们研究中最有趣的地方。他们切入的角度完全不同。我来试着想象一下哦，如果把西方传统的总体哲学比喻成一台会把所有独特零件都搅碎、融合成同一块金属的庞大机器，列维纳斯是不是有点像那个意识到每一个零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人？所以他选择用受害者的血肉面容去挡住这台机器。哇，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列维纳斯确实用伦理学去打破系统。那德希达呢？他是不是像一个骇客，直接潜入这台机器的控制室，去拆解它的齿轮跟程式码？没错没错，我们团队在讨论的时候，其实也是用类似的视角。列维纳斯的入手点是，
他把伦理学当作第一哲学，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这句话要怎么理解？就是他认为，当你面对一个活生生、非常脆弱的他者的面容的时候，这种面对面的相遇会瞬间击碎任何系统的框架。哦，就是当我看着你的眼睛，看到你的痛苦时，那些什么系统啊、分类啊都不重要了。对，就是那个瞬间，你对眼前这个人有一种绝对的责任，这种责任是优先于你去认识他或分类他的。了解。那德希达那个骇客的做法呢？德希达的入手点就是大家常听到的解构主义，他从西方哲学的文本跟语言内部切入，去拆解我们团队论文里提到的一种罗各斯中心主义。罗各斯中心主义，这听起来就是那个大魔王的名字。哈哈，可以这么说了。简单来说，就是那种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跟理性中心的封闭结构。德希达就是在里面挑毛病，证明他根本不完美。好，那既然他们两位有着共同的创伤，又面对同一个名叫总体性的大魔王，照理说，他们应该是并肩作战的好战友才对呀。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学术冲突。是的，而且非常激烈。德希达甚至在1964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长文，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列维纳斯。哇，直接点名开战吗？对，这正是我们论文探讨的核心转折点。德希达的批判非常锐利，他直指列维纳斯陷入了语言的暴力。语言的暴力，可是列维纳斯不是在提倡伦理跟反对暴力吗？没错，这就是矛盾所在。列维纳斯极力想谈论一个绝对超越、不被任何系统污染的无限他者，但是德希达敏锐地指出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只要列维纳斯开口写作，只要他试图把他的思想传达出来，他就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是或者是存在这类的传统存有论语言。等一下，你的意思是列维纳斯试图用系统的语言去证明一个系统之外的东西？没错，这听起来确实有点像，像是我用英文去写一篇论文，论证说英文这个语言根本无法传达任何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逻辑矛盾嘛。对，就是这种自相矛盾。可是德希达这样的批评，会不会太像个只会抓语病的语言学纠察队啊？这对现实世界有什么实质影响吗？我们团队认为德希达的批评远比抓语病要深刻得多。德希达强调的是结构的必然性。结构的必然性。对，他指出，如果没有一个叫做同一性的系统作为背景，也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框架，你根本无从辨识出所谓的他者或者是差异。也就是说，没有正常的标准，就没有异常；没有体制，就没有对体制的反抗。没错，没错，没有语言的限制就无法显现出语言之外的无限。德希达认为列维纳斯太过天真了，以为可以凭空跳脱系统，这在语言结构上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哇，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反击耶，根本是釜底抽薪耶。那列维纳斯怎么办呢？面对这种质疑，他有回应吗？有的，不过他沉默了10年才做出全面的回应。10年，看来他真的思考了很久。那他是怎么反击德希达的解构主义的？列维纳斯的反击同样也是直击痛处。不过要理解他的反击，我们得先解释德希达的一个核心概念，叫做延异。延迟的延，差异的异，对吧？这也是个常常把人绕晕的词。我们该怎么简单理解这个延异？其实这很像我们查字典的经验啊。你想想看，当你想知道一个词的终极意义时，你翻开字典，字典会用其他的词来解释它，对吧？对啊，然后你再去查那些解释的词。没错，然后你就会连接到更多其他的词。在这个过程中，那个终极的意义永远都在推迟，永远在符号的网络中不断滑动。所以你永远找不到一个绝对的起点或者是终点。就是这样，德希达就是用这个概念来拆解西方哲学对绝对真理的迷恋。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定死的，一切都在变动和延迟之中。这听起来很自由啊。列维纳斯对这个说法有什么意见吗？列维纳斯的问题非常现实，
他问德西达，如果一切意义都在延迟，如果一切都只是文本的滑动，那么当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在你面前受苦，当他呼唤着你不准杀戮的时候，那个迫切性在哪里？哇，这句话好重哦。非常重。我们团队在解读列维纳斯的时候，深刻感受到他的焦虑。对他者的道德责任是迫在眉睫的啊。对呀，总不能对一个正在流血的人说，我们现在先来解构一下痛苦的文本意义，因为意义还在延迟，请你再等一下。这太荒谬了。没错，所以列维纳斯严厉批评德西达，认为他的解构主义完全丧失了肉身的迫切性，沦为一种在象牙塔里面逃避现实道德责任的文字游戏。哇，这几乎是个死结了吧？德西达认为列维纳斯的方法在逻辑上根本行不通，因为你逃不出语言的牢笼。然后列维纳斯又指控德西达在玩文字游戏，忽视了现实世界中具体他者的苦难。说实话，身为旁观者，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听起来都非常有道理耶。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两个看似水火不容的人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对话啊？这正是我们论文初探去中心化知识论试图突破的瓶颈。哦，你们有找到解药吗？我们认为如果只停留在西方哲学那种二元对立的框架里，这个死结真的是解不开的。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名为整体的哲学的动态框架。整体的哲学？对，具体来说，就是借用知识性、形上性、伦理性这三个维度的动态回圈，来重新理解他们这两位思想家。这三个维度，知识性、形上性、伦理性，听起来有点硬，具体是什么意思呢？为了让它更直观一点，我们可以借用东方哲学里象体用的概念来对应。象体用。对，知识性对应的就是象，也就是我们看得到的介质、现象还有语言结构。像是法律啊、制度啊这些。没错。那形上性对应的就是体，也就是超越我们经验的绝对本体或者是彼岸。而伦理性对应的就是用，也就是在现实此岸的具体道德实践。了解。所以象体用这三者不是孤立的。完全不是，它们是互为因果、不断流转的一个回圈。好，所以象是语言和制度的结构，用是我们具体的行动，体是那个终极的、无法被完全捕捉的真实。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象体用的透镜去重新审视这两位哲学家，我们会看到什么不同的风景？当我们把列维纳斯放进这个框架里，我们会发现他的切入点其实是用，也就是伦理。从用出发。对，他主张用对他者的绝对责任，也就是用去打破那些僵化的知识系统和总体暴力，也就是打破固化的象。没错。而他这么做，最终指向的是那个超越存有、无法被概念完全捕捉的无限他者，那就是形上学的体了。对，就是这样。那德西达呢？他总是在拆解文本、解构语言，他应该是在象的这个层面运作吧？完全正确。德西达的进入点就是象，也就是知识。他毕生都在拆解文本与法律的僵化界限，打破那些排他性的坏象。但关键来了，他为什么要拆解？对呀，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问诶。如果德西达只是把所有东西都拆毁，那这个世界岂不是只剩下虚无和混乱？这样到底对任何人有什么好处？这就是我们将它放入整体框架后所看见的非常深刻的地方。德西达去拆解法律和文本，其实是为了在现实中落实对边缘他者的无条件好客与正义。无条件好客，可以举个例子吗？当然，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文本，它严格定义了谁才是公民，这就是一个排他的象码。对，非公民就被排除在外了。那德西达去解构这个法律文本，找出它的漏洞，他不是为了好玩哦，他是为了让那些不被承认为公民的难民或者边缘人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哇，我懂了。这种实践不正是对应了伦理学的用吗？真的哎。而他能够不断去拆解，是因为他相信意义永远敞开，不断推迟，也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演绎，这就是他的体。哇，我现在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原来他们并不是在互相抵消，而是在同一个巨大的动态回圈里互相接力。没错，就是互相接力。德希达像是那个在迷宫里面专注于拆解体制高墙的人，也就是处理相，好让正义得以发生，也就是用。而列维纳斯呢，他是不断提醒我们，墙外有真实的人在受苦，提醒我们必须去面对那个无限的他者，也就是体，进而让我们意识到现有体制的不足。您统整得非常精准，他们切入的角度确实不同，但目标都是同一场去中心化的任务。这真的太有意思了。所以我们团队在研究中得出一个最关键的结论，就是当我们将他们的思想融合在这个整体哲学的回圈之后，衍生出的一个非常深层的意义是什么？他们实际上互为因果地拯救了彼此，互相拯救。对，他们补足了对方思想中隐而显的弱点。这个我们得具体来看看。我们先说列维纳斯好了。如果没有德希达的那个像，列维纳斯的伦理会遇到什么麻烦？如果只有列维纳斯他那种绝对超验、无法言说的他者，在现实社会中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执行困难。怎么说？因为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我和你呀，还有无数的第三者嘛。当资源有限，当很多人同时在受苦的时候，单纯的面对面伦理是不够用的。对哦，你没办法同时看着所有人的脸。没错，我们必须建立法院，制定法律，分配资源，而这一切就必须依赖语言和制度。也就是列维纳斯极力想超越的那个知识系统。对，所以德希达早年那种看起来很残酷的批判，其实是迫使了列维纳斯在后期的著作中承认了知识性语言的必要性。哇，原来如此。德希达的批判让列维纳斯的伦理真理得以在人间的体制中真正落地。那反过来呢？如果没有列维纳斯那种对具体他者的绝对责任，德希达的结构主义会走向何方？这正是德希达晚年思想转向的关键哦。如果结构主义没有一个伦理的锚点，它确实极容易沦为我们刚刚说的虚无主义的文字游戏，为了猜而猜，就变成一个只会搞破坏的屁孩。对，有点像。但是列维纳斯强调的那个鲜血淋漓的伦理面容，赋予了结构主义绝对的重力与方向。他给了他一个理由。没错，他提醒了结构主义者，你拆解体制是因为体制压迫了人。就像德希达后来自己也承认的，他说解构即是正义。结构即是正义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量。对，因为有对他者的责任在背后支撑，结构才真正有了灵魂。在我们结束这次精彩的思想梳理之前哦，我想把这个宏大的哲学回圈拉回我们听众的生活中。其实是对我们日常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有着非常具体的启发诶。没错，这不仅仅是学术讨论。对呀，当你在社会议题上坚持某种绝对的正义，觉得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的时候，我们非常需要德希达的视角，去解构一下我们自己赖以生存的语言和框架，问问自己，我自以为的正义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排挤了另一群人？这是非常重要的自我审思。而当我们陷入另一种极端，也就是觉得世事无常，一切都在变动，甚至觉得什么价值都被解构到毫无意义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列维纳斯的视角了，去直视眼前那个个具体活生生的人。对，看见那份无法推卸的真实责任。我们团队希望透过这篇论文传达的正是，知识的拆解与伦理的承担必须是不断循环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香的拆解是为了用的实践，而用的实践又指向更包容的体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自己成为新的独断论。没有绝对不变的中心，只有不断为了他者而调整、解构、再承担的过程。这场深刻的哲学碰撞告诉我们，真正的智慧其实不是去寻找一个一劳永逸的单一答案，没错，而是像这两位哲学家一样，在承担无尽的道德重负的同时，永远对未知的他者保持绝对的敞开。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动态对话。所以，各位听众，如果我们每次与他人的相遇都是一次微型的解构与道德承担，那么你今天准备好迎接哪一面打破你既有框架的面容了吗？这是个非常棒的结语，希望大家都能在生活中实践这种动态的平衡。
感谢您的收听，希望本文对您有所注意，有所启发，下次再见。